Hello， 大家好，我是波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款苹果最新推出的ARM 版 M1 芯片的 MacBook Air。我相信大家之前已经看过很多这款笔记本剪视频时的性能测试了。那么今天我们来做点不一样的，来实测一下这台只有 1.61毫米厚、1.29公斤重，甚至连风扇都没有的 MacBook Air， 它的游戏性能到底怎样？但是事先声明啊，这并不是一部游戏笔记本，也不推荐大家拿它去长时间进行游戏。但是话虽这么说啊，对于它的游戏性能，你真的不好奇吗？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测试的这台 MacBook Air 呢，拥有8GB 的内存，同时搭载8核心的 CPU 与 GPU M1 芯片。在游戏方面，我们会测试3种不同版本的游戏，通过 Rosetta 2模拟的英特尔 X86 版本游戏、ARM 的原生游戏以及 iOS 或者 iPad OS 版本的游戏。OK， 那么今天第一款我们测试的游戏是近些年最火的电竞游戏之一《英雄联盟》。这是一款由 Rosetta 2转译的美服英特尔 X86 版本。在1920×1080p 分辨中画质的条件下，这款 MacBook Air 在人较少的场景下可以达到100 FPS 以上，而在发生一些小场面战斗时呢，基本保持在70到80 FPS 之间。如果切换为最高画质，则会在60到70 FPS 之间。但当进行多人团战时啊，帧数会降低到50附近浮动。接着我又试着将分辨率降低至1680×1050，在这个分辨率下呢，其实在这个13寸屏幕上锐度还是比较高的。而这个分辨率的最高画质下呢，团战大约稳定在65 FPS 左右。而中画质更是可以达到75到90，野外最高140 FPS 的情况，可以说在工作之余来一把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又测试了我非常喜欢的一款游戏《文明6》的 Steam 版本，在使用 1080p 分辨率、中画质的条件下，在前期游戏时能够达到稳定的60 FPS 不掉帧。画面在战斗基准测试下，无论是遇到多么复杂的战斗场景 ，MacBook Air 也都能够将帧数保持在30到50 FPS 之间，正常游玩啊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据说苹果 App Store 中的版本会更新一点，经过优化后呢，有更稳定的表现。OK， 有点意思了。那么下面我更是测试了一款较为吃配置的游戏《使命召唤：黑色行动3》，同样是通过 Rosetta 2模拟的英特尔 X86 版本。虽然不是系列最新，但它确实也是在 Mac 上能够玩到的最新 COD 了。而且说实话啊，画面一点都不过时。那么在这款 MacBook Air 上呢，在分辨率1600×900中画质模式下，绝大多数时候我竟然能够达到平均50 FPS 的效果。这里我必须说明一点啊，由于 Mac 版本的 COD 呢，似乎只支持跟 Mac 版本联机，在我排了半个小时之后啊，依旧没有匹配到任何人，所以只能在跑酷模式这种较为简单的场景下做了测试。实际多人对战中呢，帧数应该会稍低一点。测试到这时啊，我对这台 M1 芯片的 MacBook Air 的性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要知道，这只是一款入门级别的无独立显卡，甚至没有风扇的轻薄本。于是我更进一步选择了一款非常吃性能的游戏《古墓丽影：暗影》。不出所料，本来就吃性能，再加上是运行在 Rosetta 模拟有很大性能损耗的情况下，在1650×1050的分辨率下，游戏只能达到20多帧，几乎处于不可玩的状态。于是呢，我将分辨率调整为了1440×900。画质依旧为中，这时呢，在性能基准测试下，能够达到最大73、最小26以及平均34 FPS 的效果。在实际游玩过程中呢，也基本是稳定在35到50 FPS 中间。而且我必须说明啊，这时我已经使用这台 MacBook Air 连续测试超过2个小时了，机身非常的烫，也就是说这个35 FPS 还是在 M1 过热降频后达到的性能。我顺便看了一下电量啊，2个多小时的超高负载后 ，MacBook Air 还有47%的电。而这时我原来采集的18款 MacBook Pro 15寸早已因为电量过低而插上了电源。要知道 MacBook Pro 15寸83.6瓦的电池容量是要远大于 MacBook Air 49.9瓦的，而这些都还是在运行 Rosetta 2转译 X86 构建软件下的效果。我不禁就很好奇，如果是 ARM 原生的游戏呢？这里刚好有一款啊，那就是暴雪的《魔兽世界》，而它果然也没有让我失望。在1080p 分辨率，特效开到80，爆分程中全程可以保持在58到60帧的水准，只有在偶尔战斗中会掉到55左右。比较遗憾的是，我所在的服务器实在是没什么人啊，排了半个小时的团战也没挤进去，所以没能够测试团战与大型副本的效果。如果有朋友测试了的话，欢迎在评论或者弹幕中告诉我。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测试了其他11款较为主流的英特尔 X86 版本通过 Rosetta 模拟的游戏。火箭联盟在1080p 中高特效下可以保持在50到60 FPS。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使用 MacBook Air 内置的屏幕而不接外置显示器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最高分辨率只能设定为1440×900。在这种情况下呢，开到最高特效可以保持在70
到100 FPS 之间。另一款我非常喜欢的模拟经营类游戏《过山车之星》，在 1080P 最低画质下，较为复杂的公园，大多数时候可以保持在40到60 FPS 之间，而中画质下呢，就只有20多 FPS 了。所以在ARM 原生版本出来之前如果会出来的话，不太推荐大家在 M1 系列的设备上尝试这款游戏。接下来，作为2017年最佳游戏的《神界：原罪2》，目前只有 App Store 的版本更新了ARM 支持，而我拥有的 Steam 版本呢，则属于无法打开的状态。这里我用了一些旁门左道，从终端中强制运行了游戏，所以画面中产生了很多奇怪的效果。但是只看性能的话，在没有进行过任何优化的情况下，在 1080P 极高画质时，基本保持在50到60 FPS 之间，而如果降低到中画质，则能够稳定在60 FPS 左右。星际争霸2在 1080P 画质下，由于转译还是不太完美的原因在60到100 FPS 之间浮动非常大。但是没有出现低于60 FPS 的情况。同样是暴雪出品的《暗黑3》，帧数浮动也非常的大，并且无论在什么分辨率画质下，都是在40到60 FPS 之间反复横跳。虽然帧数不低，但是卡顿感较为严重，估计也得等一波优化。全面战争特洛伊在 1080P 画质下，战斗基准测试平均 FPS 为46.7，而当我将分辨率降低为1680×1050后，不知道是优化原因还是过热降频的缘故平均 FPS 还不如 1080P， 只有38.6。这款游戏虽然帧数一般，但总体上较为平均，所以没有明显的卡顿感，可以流畅游玩。而《无主之地2》作为一款8年前的游戏在 M1 芯片上的表现就较为一般了。1650×1050分辨率几乎最低的画质下，在40到60 FPS 之间浮动。DOTA 2目前来说模拟还是有不少的 bug 的，比如在进入游戏前的准备画面中只有20帧左右。但好消息是在进入游戏后，我无论选择哪种画质跟分辨率，基本都能稳定在60帧附近，但是偶尔也会有一瞬间卡顿到30帧。这款游戏其实对硬件的要求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这是Rosetta在转译过程中的优化问题所导致的结果。我的世界在登陆地图中 1080P 高品质画质基本稳定在60 FPS， 而像分手厨房2这样根本不吃配置的游戏 MacBook Air 可以稳定在110 FPS 以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什么感想，但我真的是被 M1 芯片的游戏性能给震惊到了。作为苹果的第一代试水产品，并且目前除了暴雪以外也没有几个厂商对 M1 芯片专门进行游戏优化更新。其实我本身是不对它在通过模拟运行 X86 构架软件时的性能抱有任何期待的，但是经过这些测试我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观。说真的，这已经不是讲不讲武德的问题了，这是想把蓝超给打死呀！当然我们不能光挑好的说，在我这3天的测试中呢，还是遇到了很多 bug 的。比如说它在 Steam 以及 iPad 平台主界面中非常的卡，有些游戏第一次打开特别之慢，在少数情况下甚至要等待将近5分钟才能打开游戏启动画面。在玩撸啊撸连接外置显示器时，虽然帧数不错，但屏幕的输入延迟非常的高。而在文明6、星际2这2款游戏中，我也遇到了游戏玩着玩着就崩溃的现象。另外 CSGO、黑手党3、杀手1以及博德之门3在 Big Sur 11.01中甚至根本打不开，尤其是博德之门3这款在 M1 硬件发布会上官方演示的游戏，实测中竟然不支持，实在是有点尴尬。除此之外呢，ARM 构架的 Mac 是可以运行 iOS 以及 iPadOS App 的。我测试了 iOS 版本的 Among Us 以及 GTA 山地列斯，运行起来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只能在窗口模式玩，无法全屏，也没有办法将触屏映射到键盘上。除了像 GTA 这种支持手柄的 App 以外，操作起来只能拿鼠标点。实在是糟糕，感觉苹果以及各 App 开发商还没有开始认真的去优化移动端 App 在 Mac 上面的体验。而最令我头痛的是，我还遇到了一个恶心到将我这台机器变砖的 bug。但是话说回来，作为苹果ARM构架的第一代产品我们本来也没有期盼它是完美的，更何况是在它最不擅长的游戏方面。但与此同时，我也相信它目前的表现也已经大大的超出了多数人，包括我的预期。谁能想到这台如此轻薄、没有独显，甚至没有分散的机子，除了可以剪辑 8K 视频以外，还能够玩神界、COD、古墓丽影这种近几年的3A 大作。我现在甚至开始期待明年甚至后年 ARM 构架更为成熟的苹果会在电脑领域给出怎样的答卷。说不定大家一直戏谑的游戏 Mac 在未来会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以及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